文殊菩萨的由来。文殊菩萨，梵文名 Mayu， 其名称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文殊意为妙，象征美好与卓越；施利意为吉祥，代表着智慧、慈悲和祥瑞的德行，全称文殊师利，寓意为妙吉祥。这表明了他智慧超群，具有无尽的善与祥和。文殊菩萨在佛教中代表智慧，他的智慧不仅仅是世俗的知识或理性，而是能够洞悉真理，超越世间一切幻象的深刻智慧。因此，文殊菩萨被认为是开悟和解脱的重要引导者，能够帮助修行者超越烦恼与执着，达到觉悟。在文殊菩萨的经典造像中，他手持智慧宝剑和经典，宝剑象征斩断无明和烦恼，而经典象征智慧的宝藏，通常是般若经。这些象征物进一步强化了文殊菩萨在佛教中的智慧形象。因此，文殊菩萨的名称不仅仅是对其智慧的称赞，更表现了他作为智慧指导者和引路者的无量功德。对修行者而言，文殊菩萨的智慧意味着超越世俗的深远洞察，通向涅槃的究竟道路。文殊菩萨是佛教中智慧的象征，与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等一同成为佛教信仰的核心角色之一。文殊菩萨的早期起源与历史背景可追溯到古印度，并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韩国、日本及西藏等地，逐渐发展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崇拜仪式。文殊菩萨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印度的大乘佛教经典中。大乘佛教兴起于公元前后，其中心思想是菩萨道，即通过修行智慧与慈悲，最终达到成佛的境界。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文殊菩萨被认为是智慧的化身，特别是在诸多经典中，他常常以教导智慧的角色出现，尤其擅长阐释空性、无我、无常的深奥佛理。般若经是文殊菩萨的智慧象征与早期形象的重要来源。根据般若经中的记载，文殊菩萨曾多次与释迦牟尼佛及其他菩萨展开对话，讨论甚深的智慧法门。大品般若经是这一系列经典中对文殊菩萨记载最为详尽的经文之一。其中，文殊菩萨被描述为智慧的典范，他能够洞悉世间真理，帮助众生斩断无明与烦恼。这些经典不仅奠定了文殊菩萨作为佛教智慧象征的地位，还将它与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紧密相连。此外，根据佛教传统的说法，文殊菩萨并非在释迦牟尼佛出世后才开始修行，而是在无数劫前已经成佛，法号为龙种上尊王佛。由于他发愿在世间以菩萨身度化众生，因此选择放弃成佛，并以菩萨的形象长期留于世间，帮助修行者开启智慧之门。随着大乘佛教的传播，文殊菩萨的信仰在中国逐渐兴盛。文殊菩萨首次进入中国大约在东汉时期，约公元1世纪。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他的形象逐渐被中国佛教徒所接受，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至6世纪，随着般若经等大乘经典的广泛流传，文殊菩萨作为智慧象征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佛教对文殊菩萨的理解不仅限于经典上的智慧象征，还逐渐发展出与文殊菩萨相关的地方崇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五台山，这里被视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根据华严经的记载，文殊菩萨曾在五台山讲经说法，
并多次以各种形象显灵度化众生，这使得五台山成为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到隋唐时期，五台山的文殊信仰达到顶峰，文殊菩萨成为中国佛教智慧修行的核心象征，并被视为学者、文人及修行者的守护神。此外，在唐代，文殊菩萨的信仰还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相融合。唐太宗李世民曾多次梦见文殊菩萨，据说这促使他在五台山大兴佛教建设，并将文殊菩萨的形象融入到唐朝的国家文化中。唐朝诗人杜甫曾提到，文殊四字诵，今是六牙游。这说明文殊菩萨信仰已深入到当时的文学与文化生活中。随着佛教传播到朝鲜半岛与日本，文殊菩萨的信仰也逐渐融入当地的佛教文化。在朝鲜与日本，文殊菩萨常常与教育、学问和智慧有关，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保护神。许多寺院专门供奉文殊菩萨，祈求智慧与知识的增长。在藏传佛教中，文殊菩萨，藏文名为智勇佛，的地位同样极为崇高，他被认为是智慧的至高化身。藏传佛教徒认为念诵文殊菩萨的咒语恩阿喇巴扎那蒂可以增强记忆力与智慧。在西藏，许多高僧大德如宗喀巴大师，都是通过修持文殊菩萨的法门而获得无上智慧。宗喀巴大师更是在梦中多次得到文殊菩萨的指引，这直接影响了格鲁派的形成。总结来说，文殊菩萨的起源深植于古印度佛教的智慧传统，并随着大乘佛教的传播，逐渐融入中国及其他东亚和藏传佛教的文化中。在这一过程中，文殊菩萨作为智慧象征的形象不断丰富，并深刻影响着各地佛教的修行方式与社会文化。文殊菩萨在佛教中的象征意义非常深远，主要代表智慧的化身，是一位能够帮助众生觉悟真理的菩萨。他的智慧超越世俗的知识，能够洞悉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实相，尤其体现在对空性的理解。这种智慧能够让修行者摆脱烦恼与执着，达到解脱的境界。在文殊菩萨的经典形象中，他常常手持智慧宝剑与经书。宝剑象征着锋利的智慧，可以斩断无明、烦恼和各种执着，使修行者从痛苦中解脱。而他所持的经书通常是般若经，象征深奥的佛教智慧，尤其是关于空性的教法。这些象征物共同强化了文殊菩萨作为智慧化身的形象，表达了他是传授解脱智慧的重要导师。文殊菩萨不仅在修行中象征智慧，他还是教育与学问的守护神。在中国和藏传佛教中，学者、文人和学生常常祈求文殊菩萨的庇佑，希望能增长智慧，尤其是在考试或学习困难时。这使得文殊菩萨的智慧不仅是宗教上的，也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住文化、学术与思想领域。此外，文殊菩萨在华严经中被称为七佛之师，意即他不仅自身具备无上智慧，还能够教导诸佛成就佛道。因此，他的智慧象征住超越一切相对知识的终极智慧，也指引众生走向觉悟的光明之路。文殊菩萨的象征意义主要在于智慧的展现与传承，他的智慧超越了世俗，直接指向解脱的道路，为众生开启了认识真理的门户。无论是宗教修行还是日常学习，文殊菩萨的智慧都被视为最宝贵的指引力量。除了智慧之外，
文殊菩萨象征住语言的力量与教导的能力。据传说，文殊菩萨能以简单易懂的方式阐释复杂的佛理，启发人们走上修行之道。这种教化的力量也使他成为诸佛菩萨中最受尊敬的导师之一。文殊菩萨的造像形象在佛教艺术中极具象征性与多样性，他的姿态和所持物品均代表了智慧和觉悟的力量。文殊菩萨通常被描绘为一位年轻俊美的菩萨，象征住智慧的永恒和不衰老。其面容慈悲祥和，双目微和，显现出无限的智慧与安详。文殊菩萨的造像中最常见的元素是他手持的智慧宝剑和经典。智慧宝剑高举过头，象征能够斩断无明、烦恼和执着的锐利智慧。这把宝剑往往被视为佛教徒寻求解脱的象征性工具。经典通常放在左手，代表了对深奥佛理的掌握，特别是象征大乘佛教智慧的重要经典《般若经》。这一形象结合了理性思考和斩断迷惘的双重意涵，凸显了文殊菩萨智慧的力量。此外，文殊菩萨常常坐骑青狮，这只狮子象征住勇猛和无畏，显示出智慧的威力足以驯服一切障碍。青狮的出现同时也寓意住文殊菩萨的智慧如雷霆般震撼人心，能使众生从无知中觉醒。青狮这一元素在文殊菩萨的形象中增加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表达出智慧与勇气并存的理念。文殊菩萨的坐姿通常是莲花座，象征清净无染。莲花在佛教中意智慧的纯洁无瑕，菩萨的坐姿也显示了他超然世俗、安住智慧的境界。这些造像细节不仅强化了文殊菩萨作为智慧象征的地位，还具备引导修行者超越世俗、深入智慧彼岸的意涵。文殊菩萨的造像不仅在佛教信仰中有着深刻的象征性，也体现了艺术与宗教的高度结合。他的形象在中国、印度、西藏等地的佛教造像中被多次演绎，成为传播佛教智慧思想的直观表达方式，深受信徒的尊崇与敬仰。文殊师利法宝藏经是一部专门记载文殊菩萨教法的经典，内容主要记述了文殊菩萨与其他菩萨和佛陀的对话，讨论了智慧与修行的各种问题。这部经典在大乘佛教中被视为重要的经典之一，特别是强调了文殊菩萨在智慧修行中的重要性。经中还提到，文殊菩萨曾经在无数劫前已成佛，名为龙种上尊王佛，这也显示了文殊菩萨的无量功德。华严经中，文殊菩萨扮演着重要角色。经典中记载，文殊菩萨曾多次为众生开示佛法，特别是在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文殊菩萨引导善财童子进入求道的旅程，这一品被视为大乘佛教智慧修行的精髓。文殊菩萨在其中的角色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智慧引领者的形象。